长期咳嗽症状被称为是慢性咳嗽，背后有非常多的原因导致，最严重可能是癌症引起。不过最常见的原因还是以气喘、过敏性鼻炎、胃食道逆流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咳嗽的表现是一种人体自然的防御机制。当喉咙有异物、脏东西，或是被细菌、病毒感染后产生的不适感，人体都会自然想要把它咳出来。一般咳几下，异物就可能排出。当咳嗽时间拉比较长，就得思考是哪些疾病所导致。胃食道跟胃交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有时候如果胃酸太多的时候会跑上来，特别是你晚上咳嗽，可能会跟你晚上太晚吃晚饭有关系。魏先生久咳前后持续约3年，经常出现咳嗽的状况，让他非常不舒服。再加上半夜急咳，又经常因为工作比较晚回家，用餐时间比较晚，常常吃饱后就休息。由于久咳不愈，他看过很多医师，最后被胃肠科医师检查出是胃食道逆流。我觉得那一阵子一直咳到我有点怀疑，会不会是因为职业病，常常在吸那个粉笔灰，然后导致一直咳不停，然后再加上那个咳的情况又不是非常就是经常，它大概就是有时间性，大概就吃完饭。那又或者是半夜，那突然就是恶咳，那个咳完之后又很酸。有时候病人会觉得说，他这个声音会沙哑，还有就早上起床的时候会觉得有这个肚子胀胀的，甚至有口臭。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几个原因，再加上咳嗽这样来看诊。那这种情况下面，我们都会觉得说，他又看过其他科，发觉又排除掉了肺部的问题、呼吸道的问题，有时候也排除掉可能是属于鼻涕倒流或者是慢性鼻窦炎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怀疑他说他很可能其实就是胃食道逆流的情况。有一些病人是吃了胃酸逆流药以后，他就症状改善，但有一些其实也不见改善。那也许这个咳嗽，大部分这些咳嗽也都是晚上比较厉害。其实不管是胃食道逆流咳嗽，还是本身肺部的问题气喘、发作可能也都是晚上比较厉害。的确有些人用了药物治疗之后，他的咳嗽也就改善了。逆流性食道炎那这一部分的病人，有些他确实会用咳嗽来表现，所以当你看过这些专科以后，他认为不像，确实可以来肠胃科，我们来可以检查一下，看你有没有逆流性食道炎，甚至的话，我们更深入的检查，看看你是不是有胃酸的逆流，这些都可以来对你的诊断做更精确的一些帮忙。久咳不愈常见的原因：鼻涕倒流、气喘、胃食道逆流、支气管炎、系支气管炎、降血压药、感染的持续性后遗症，也就是曾罹患肺炎、流感等严重感染病的人，好转之后也可能会持续有咳嗽的症状，或是呼吸道会持续发炎一段时间。久咳不愈，经过评估以后，有一些方法就把它当成胃食道逆流来处理。比如说，该减肥的减肥了，不该吃太油腻了，不要吃太饱了，不要晚上一吃完以后很快的就躺下来，这都会造成你胃食道逆流。那你吃个药，那也许可以让你晚上好睡一点。睡前也不要喝牛奶，因为牛奶会刺激我们酸的制造。当我们人平常是这样子的时候还好，当你睡觉的时候就躺下来躺平的时候，胃酸就很容易从这边慢慢的悄悄流出来。它如果冲的位置高一点，在胸口这边就会觉得闷闷的。可是如果在觉得说它如果到喉咙这边的时候，它就会觉得刺激到咳嗽，甚至有人会到更高到鼻咽的地方的时候，会觉得耳朵闷塞的感觉。所以跟每个人的这胃食道逆流的这个影响程度不同有关系。千万别轻忽久咳症状超过2周以上都不正常。随着台湾医疗进展，无论是癌症引起还是气喘、过敏性鼻炎或是胃食道逆流，都能透过检测找出根本的原因。民众出现久咳状况，应尽速就医，勿拖延，避免病情恶化。TVBS 新闻陈如环、蒋志伟台北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